今天或许是所有军事迷肾上腺激素飙升的一天。就在此时此刻，美军3支航母打击群正在全球最繁忙的航道上完成一场震撼人心的大集结，是要打破美伊战场上美军变弱的谣言。截至目前，福特号和林肯号已分别在红海和阿拉伯海中整个带弹，而真正能压服任何势力的布什号航空母舰打击群正绕过非洲好望角全速北上。要知道，布什号是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的第10艘，也是整个系列的收官绝唱。它不仅造价最高，技术最先进，更是在福特级还没完全挑起大梁的今天，全世界公认现役攻击力最强的航空母舰。很多朋友可能会问，布什号身上到底隐藏了哪些足以让对手胆寒的黑科技？别急，今天我们就从新闻背景切入，带大家深度拆解这艘耗资62亿美元打造的海上怪兽。要聊布什号，咱们得先从它的名字说起。这艘船是以美国第41任总统老布什命名的。这位老布什可不简单，他是2战时期真正的战斗机飞行员，曾在圣哈辛托号航母上驾驶 TBF 复仇者轰炸机，在小笠原群岛海域与日军血战，甚至曾被高射炮击落掉进海里。所以布什号的军方代号定为复仇者，这不仅是向英雄致敬，更承载了一种不屈的战斗意志。2001年，美国海军签下了 CVN-77的订单，其作为尼米兹级的第10号舰，也是最后一号舰。布什号的建造过程堪称美国造船工业的巅峰展示，它由著名的弗吉尼亚州纽波特纽斯造船厂负责，从2003年开工到2009年服役，整整磨砺了6年。为了打造这艘尼米兹级的终结者，美军砸下了62亿美元的真金白银，这个价格在当时是什么概念？它几乎可以买下半个中等国家的整支海军。为什么这么贵？因为布什号身上承载了太多原本属于下一代福特级的验证性黑科技。美军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既然是最后一艘，那就必须把它打造成通往未来的桥梁。首先是它的结构进化，布什号采用了前所未有的模块化建造技术，整艘航母由161个超级模块拼装而成，这就像是搭积木，只是每一块积木都是重达数百吨的精密钢铁。这种技术不仅缩短了建造周期，更让舰体内部的布局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优化程度。最直观的变化是它的舰岛。如果你拿布什号和之前的尼米兹级对比，你就会发现它的舰岛明显缩小，并且位置进一步靠后。这种设计可不是为了好看，而是为了腾出更宽阔的飞行甲板空间，提高飞机的整备和起降效率。那些以前挂在外面乱七八糟的雷达天线、通讯桅杆，在布什号上全部实现了内置化，它们被巧妙地集成在舰岛的平板内壁里，表面整洁光滑，充满了未来感。这让布什号在敌方雷达眼中不再是一个巨大的信号源，而更像是一个难以捉摸的幽灵。除此之外，飞行甲板的外缘被设计成了曲面，升降机也改成了内置式。这些细节的改进让布什号在拥有恐怖火力的同时，还具备了尼米兹级中顶尖的隐身性能，在不知不觉中就把对手甩开了整整一个时代。那么布什号的战力究竟有多强呢？又强在哪里？布什号之所以被称为世界现役攻击力最强，绝对不只是因为它长得帅，它真正恐怖的地方在于其内部那套超前时代的神经系统。美军在这艘船上全面贯彻了网络中心战的思想，全舰铺设了长达数百公里的光纤缆线，将16个核心通信节点紧密连接，这构成了一个高速大容量的实时网络，就像是给航母装上了一个超级大脑。在战场上，布什号不仅仅是一艘船，它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化指挥节点，它能实时接收卫星、预警机，甚至几十公里外潜艇传来的数据，并在瞬间做出最优打击方案。这种信息不对称的优势，让任何胆敢挑战它的对手，还没看到航母的影子，可能就已经被精确锁定了。其次是它的动力，布什号搭载了2座强大的西屋 A4W 核反应堆，这2座反应堆就像是2颗永不停歇的心脏，能提供26万马力的澎湃动力。最夸张的是，它的燃料可以供军舰连续工作20到25年而不需要添加，这意味着布什号可以在海上以30节以上的航速持续狂奔几十年。这种无限续航的能力让它成为了美军全球航行最可靠的基石。紧接着是舰载武器，布什号诠释了什么叫移动的武库舰。据悉，它搭载的是美军最精锐的第8舰载机联队，在标准部署状态下，其甲板就停放着60到75架各型尖端战机，核心力量是 F-118EF 超级大黄蜂多用途战斗机，它们既能空战夺取制空权，又能挂载制导炸弹实施精确打击。旁边停着的是 E-2C 鹰眼预警机，
那是整个编队的千里眼，还有专门负责把敌方雷达变成雪花屏的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机。而在极限战备状态下，不识号的机库和甲板甚至能塞进近90架各式飞机。而且为了支撑这种密度的作战，不识号应用了大量令人啧舌的自动化技术，比如以前给舰载机挂载重型炸弹，那是需要9个壮汉协同作业，但在不识号，美军引入了基于仿人动作技术的液压起重设备，这玩意儿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机械手臂，可以模仿人的手部精细动作，稳稳地将导弹挂在战机下。现在只需要1名操作员在旁边悠闲地控制手柄，就能干完以前9个人的活。不仅如此，甲板上还有专门的核心战甲板结构，能自动为战机提供燃油和电力。这种极致的效率提升，让不识号在战时的战机出动架次远超其他同级别航母。在自身防护上，它装备了2套 Mk29 改进型海麻雀导弹系统和 2RM116 滚体导弹，再加上3座每分钟能射出数千发炮弹的密集阵近防系统。舰体结构更是采用了双层船体和数十道水密横隔壁，水下部分还有加厚的防雷隔舱。简单来说，不识号就是一艘打不动、跑得远、看得远、炸得狠的海上终极平台。当然，哪怕是这么完美的军舰，偶尔也会被一些小问题困扰。这方面就要回到眼下火热的中东局势。最近有个非常有意思的新闻，说福特号和不识号的官兵们最近可能正在为如厕问题发愁。这可不是我胡编乱造，这是美军航母在应用高科技过程中的一个真实槽点。不识号和福特号都采用了先进的真空马桶系统，就像咱们在民航飞机和高铁上见到的那种。这种系统本意是好的，为了节省淡水，为了不让航母在海上大小便失禁留下一路痕迹。毕竟苏联潜艇以前真的干过靠闻美军排泄物追踪航母的奇葩事儿，但问题在于航母上有5000多人，马桶管线加起来长达几十公里，只要有一个不守规矩的士兵往里面扔了一件 T 恤或者一团湿纸巾，整个系统就可能崩溃。美军甚至为了修这些马桶，每年要花费几十万美元进行酸洗作业。虽然这个小插曲听起来很幽默，但这恰恰反映了现代航母系统的极度复杂性。而且这并不影响不识号在实战中的威慑力，尤其是他这次神秘的航迹。大家注意到没？不识号从美东起航后，没有走近道通过苏伊士运河，而是绕了一大圈走好望角。这一绕多跑了7000公里，多烧了数亿美元。很多人嘲笑说，美军是被胡塞武装那些廉价的无人机和导弹打怕了。其实这种看法太肤浅了，美军这叫战略上的弃卒保帅，战术上的降维打击。红海曼德海峡太窄了，只有20公里宽，在那儿航母就像是在小胡同里开大卡车，机动不开。不识号绕行好望角进入印度洋，目标只有一个，霍尔木兹海峡，那里才是伊朗的命门，全球1/3的海运石油都要从那儿过。不识号部署在北阿拉伯海，它的舰载机作战半径可以轻而易举地覆盖伊朗的战略岛屿，比如拉拉克岛。再加上已经在那儿的福特号和林肯号，美军3航母集结，其实是在下一盘大棋。这就是典型的边谈边压，美军用最硬的姿态给正在进行的谈判增加筹码。你伊朗想封锁海峡，我有3艘世界上最强大的航母在门口堵着；你胡塞武装想牵制，不识号在印度洋的开阔海域，你的导弹连影子都摸不着。这就是不识号作为尼米兹级巅峰之作的战略价值，无论在哪儿，它都是不可撼动的存在。从2001年订单签署到今天，不识号已经服役了15年。参与过打击 ISIL， 执行过无数次高压部署。它不仅见证了美军从冷战思维向网络中心战的转型，更代表了人类工程学的极限。尽管它也面临着马桶堵塞这种琐碎的烦恼，尽管超期部署让士兵们怨声载道，但在真正的博弈中，不识号依然是那个能让任何对手感到绝望的海上复仇者。随着不识号在数日内抵达中东，3航母集结的最后一块拼图即将完成。中东局势的下一个爆点在哪里？这3艘超级航母又会写下怎样的历史？就让咱们拭目以待。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请一定要点赞转发，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